嘿，欢迎来到今天每日更新的丰盛奥文哈。今天我们继续来为你捕捉恋人的讯号哈，恋人的讯号。今天的题目是未来30天的桃花好事，未来30天的桃花好事，大家都很喜欢这个题目哈，大家都对于一种比较逼近的、比较近距离的、短时间内的一些桃花的祝福都非常的好奇哈，没关系，我们就定期每个月都会来一次。来，这就是今天要选的3张牌哈，来给你们看近一点哈。好，如果你需要看仔细的话，你看一下暂停。来，第1张，其实这个是恶魔牌了哈，然后这里是贪婪，这是恶魔牌哈。好，第2张是隐士牌，隐者牌。好，第3张是魔术师，哈，魔术师。好，总之呢，你们都很会选牌啦，那就是感受很强烈，就是共振很强哈，那就先去听听看那一个故事线的发展是如何哈。那就是今天的3张，我选好了，我们就开始吧。好，我们从选择第1组牌的朋友开始后，今天的题目是未来30天的桃花好事。好，来，我们一点一点的帮你翻哈，我能尽量帮你把所有的讯息翻出来哈。好，好，等等哈。好的，来，从这个位置开始哈。好，先这5张哈，来，我再先看一下。我从这里开始好了哈，这样我们才能够注意起来。先说了哈，你的接下来这30天选择1号的朋友哈，你近期内在有一些能量哈，我觉得他有点疲累了，他进入一个疲惫状态，他需要你自己这一个单位，就是你自己这个部分，你需要静下来。其实他需要的是你需要休息一下，自我疗愈一下。但我觉得我求最低限的要求就好了，这阵子你要静下来，因为你附近的有很多的，我们就针对桃花、爱情的能量来说，它是处于一种絮乱的状态，它需要重新来，它需要 reset， 它需要重新整合成一个新的样貌出来。因为现在你附近你的状态是非常混沌的哈，然后你有一点点，其实它这个状态它不一定只是桃花的点，它就是你各种状态。你最近有一点点把太多事情都揽在身上，只靠自己处理，不知道为什么。其实你可以有人帮忙，也可以哈。但我们先不管这些，它这边宇宙的能量希望你先处理一下平衡感。他希望你能够调和一下，他希望你能够从原点先开始一下啦哈。他希望你的理智啊、你的观察力啊、你的敏感度先回到一个高点了。现在都有点太耗尽了，现在各方面都有点疲乏了哈，现在都有点疲乏了。然后你先不要太拘泥或太恋战于一个人努力所获得的成就。他这边是有这句话，以其他的状况来说，你现在一个人做很多事情的成果跟成效都蛮好的，但是以恋爱桃花的运势来说，它反而让这一层讯号起雾了。我白话讲就是，你在散发出个人桃花的魅力这一件事情，因为你其他的生存能力、工作能力的发挥过强，反而没有得到对等的魅力讯号出去，反而别人看到你的都是你强势的那一面。
然后对于你的恋爱感啊，对于你的恋爱渴望这个部分降低。有的时候会降，有的时候会成为魅力，有的时候却减分抵消了。那在你附近的能量里面，最高的期望跟最低线的基本要求，都在希望你先归零一下。都希望你再归零一下。有点像是我常常讲萤火啦，露营区的萤火，因为我觉得萤火是比较像是一种温暖的，在野外荒野的，然后照亮它有很多的很好的火能量的效果。所以我这边讲一下，你近期你想要期待一个桃花，期待有人跟你告白，期待有人跟你接近，你最好自己要先停一下。自己做到的是自己的一个爆发力，自己的东西，心态上要静下来。他不是说你一定要在行动上停下来，你心态上、心智上各方面，你要先静下来，静一下哈。它有点像是露营的萤火，我要回到这里讲，不要让它点燃一整晚，先让它浇熄，早上让它白天各方面都先休息，到了差不多需要它的时候，我们再让它再点燃起来，因为它需要静一下。它是要静一下，因为它开始有点没东西烧了哈，有一点像是说你在燃烧你自己，但不是为了爱情或桃花这一方面的啦。你烧太多了，你需要平衡一下。在你的心底最内心深处，最内心深处，再说我需要平衡一下，我有点失衡了。在最内心深处，我在说这件事，他不是没有能力平衡，而是他在跟你说，先让我平衡一下。那这个方法呢，就是先安静一下。现在太燥了，内在讯号太燥了，你要重新清一下。有可能是休息，有可能是去做一个完全跟你现在工作或各方完全不一样的事情，或是看一本你完全外行的书，翻看看哈。你需要来一个脑内的洗澡一下啦，大概是这个讯号。来，我再帮你翻一些其他的哈。好，等一下哈，先翻一些有关于，帮你翻一些其他哈，我再帮你看一些精神面的东西。等等哈，帮你看看，因为这一题，要讲的是桃花好事嘛哈。一般啦，如果你在我的频道看，你通常都会看到，我会告诉你，好能量或好事情要发生，或是好的人要来之前，通常很多的讯号我都会帮你挖掘到，是在于你身上的一些准备，跟你身上的一些修正，然后来如何迎接未来的好的人、好的能量哈，先修正好。因为通常我们看了这么多次，常常会有一个现象啦，就是宇宙或能量直接丢了一个你本来就该遇到的人，可是在于你还没有完全准备，还没有调理好，还没有调整好之前，你遇到的时候，我们很快就会让这缘分消磨殆尽，有很快就错过，有很快就会在一触即发的瞬间，那个能量不够，反而变一闪而过，懂吗？会完全不一样。所以，来，我们再来帮你看这一个为了上升桃花能量前，或是这个桃花能量的一个契机，告诉你有什么东西可以修正哈。就像我刚刚讲的，第一个休息哈，休息还蛮重要的。好，等一下哈，看一下，来再看一下别的哈。好，首先你其实很快就要迎接一个蛮强的桃花能量，就是说会有一个好像会让你感觉到心动，会感觉到激起你心里有一种激昂感觉的人会出现了。也就是说，这个能量其实。我不会说他30天内他不一定是会跟你告白或什么，这个能量已经接近，他可能要出现在你的周遭能量，然后他会给你带来一种
很奇怪的生命力，你突然会因为接近这个人而感到更多的雀跃哈，更多的雀跃，然后很奇怪，这个人有带来一种欢愉的、欢庆的感觉，因为他带来的节奏是非常，就说以音乐性来说，有点像是要用来跳舞的音乐节奏。那我不确定他会从哪个方向，他会告诉他这边的比较像是说，它比较像是一种随机性的情况出现在你周遭了，所以他应该是一个你会新认识的朋友，或是不过坦白说，他比较像是你的朋友的朋友，因为说你的朋友会先认识一个新朋友，然后慢慢的这个人会进入到你的生活圈，但他也有可能会蛮快的，就在这30天内就会出现在你眼前，但可能你们的熟悉感跟交流速度没有那么快，就对，因为那这节奏。它只有一个欢愉的节奏，它并没有一个急速往前进的节奏，有点像是你在看电影的时候，好像背景音乐好像已经在打鼓了，蓄势待发了，这样子而已，但是还没有进攻，还没有往前的，还没有启动还没有这个讯号，比较弱就对了。好，看一下哈，再帮你看一下。太亮了，好，反正现在第一个讯号是这样了，来，我再想一下后面的好，看一下这其他哈。其实不用太拘泥在字了哈，你只要熟悉了，像我的部分就是我只要熟悉了牌哈。图片给的讯号有时候会比字来的重要哈，所以有的时候讯号多寡复杂性，我把它整理完之后就会告诉你哈。然后第二哈，它的部分啦，它其实是处于一个非常忙碌的状态啦。我觉得你的朋友可能会在工作上面遇到这一个人，遇到这个人，而且他很可能是你的朋友的上司或者什么，他的关系，那个人会比你的朋友或者你周遭的人在更上一阶，在更高一个层次的人会认识哈。那所以，我从这两组，我可以觉得它就是一个在第一外圈，就是你的这个生活圈里面的第一外圈里，所以他应该就是你的朋友的朋友。然后慢慢的，只能说这30天他已经走入到你的生活里了啦。你会渐渐的会遇到这个人，会认识这个人，会，他这边。这个侵入的讯号还蛮强的哈，而且带了某种光彩、某种丰盛度。可是它的光芒、它的能量有点过，然后会让旁边的人感觉比较贫瘠一点。也就是说，他太能够吸引到别人的注意了，所以这个人应该像是他的外在或刚刚都算蛮有魅力的哈。因为他有一个比较浅层的色彩能量出来，所以我大概觉得这个人应该算是比较体面的人，看起来会让人家觉得舒服的人就对了哈。他正在慢慢接近你，就对，在某些讯号里已经朝你这边走来。来，我再看其他更多细节的，帮你把它看完哈。看一下，先看这里。好。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组牌对于1号的朋友来说，他一直在强调你的部分。虽然我们要说是未来30天好运，可是他这里有蛮多的提醒讯号的。像这个在这里他在提醒你最近已经在心态上、心情上劳累边缘咯。你要小心，因为你在劳累边缘，你可能会突然爆发。
但是他前面叫你说你要休息，他可能有点像是在之前的预警啊，在你爆发之前先休息，免得你到时候到崩溃边缘的时候，你会突然什么都不想做了，就处于一个急速的低点。所以在这一件事情出现之前，你不如先自己先去休息了，因为他这边有说你不知道为什么对于周遭很多事情突然开始严厉起来，要求起来，可能是被迫的。环境需要你这样子，所以你感觉就非常的严厉哈，可能旁边有蛮多人做错事情，你必须讲，所以你正在承受很多人的错误，然后必须要提高严厉值要求这样。但我必须说，可能没有，我不能说叫你要完全停止，连这事情都不做啦，只是在精神面哈，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完全绝对精神面的领域的一个看牌的做法，所以我必须要针对精神面的部分告诉你说，无论你行动上、身体上，你必须还是要执行这些事情、工作，或是不知道是凡人的一些外物，就是肉体必须执行的一些东西的物质。但是你精神面那些，你要保持一个更加平静、更加休息的状态。你可以心态上变得懒散，虽然事情还是在做，但你可以逐步的让你的心态上变得懒散，变得悠闲，更加的 chill， 差不多就这样。没有别的，不然你这个失衡很快就要到来了，因为你的内在最内心的那一个讯号已经在喊说，他的那个讯号是在讲说，我有能力达到平衡，我有能力协调，可是我需要有一股你的支持，或是我需要立刻做，你的最内心在喊这个，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你忘记了去平衡一下。好，去平衡一下内在，所以这里有一个最大的需要，就是先平静下来。好，其实他真正的终极目标是希望你就是立刻去休息啦，立刻去休息。但是我想我在其他的牌面上有看到你很难做到这件事，所以我只能要求你先平静下来。哈，然后到6了，不过，也是有好事要告诉你啦。当你平静下来之后，事情会变得很好解决，然后也会得到蛮多人的赞赏哈。你原本想达到目标也会达到这样。那我这边突然开始有个讯号，就是似乎你现在处理的这一个环节哈的混沌被处理了，变得比较安静了，比较平静了，比较有秩序之后。这一股能量，它这一股能量的侵入的进入会变得比较顺遂，会变得比较快速，这样。所以大概这30天你要处理的就是这件事情。如果你已经很平静了，那为什么你还会看到这样？可能你要去挖掘一下你内心还有一些复杂的，有一些杂音，你要把它去处理掉。现在它就像我刚刚一开始讲的，你这边有一股好像看起来是正能量，好像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样子，反而让桃花的讯号。中间起了一个薄雾啦，所以它这边有一个，也就是说我刚刚说的，有一些欢愉的音乐，有一些轻快的音乐，虽然演奏起来了，但你这边似乎听不太到，大概是这样的讯号了哈。好，我再看一下这个位置，有啦，它还是又再重新提醒，是跟我刚刚前面讲的，让你回到一个 pure 零的状态了，全零的状态，要重新来过，要 reset 一下了哈。好。理智上、情感上、生命力上都是都是，反正要一个重开机，而不是暖开机。所谓的暖开机，就是你可能按了有点待机状态，它还在一个电能还在，就是电脑没有完全关机的状态，自动重开机那一种叫暖开机。它这边要的是你要把电源整个关掉一次，等了1分钟、2分钟再重开的那一种重开机是这个状态。然后我再看一下哈。等一下我从比较低的理解范围里面讲哈。又受到祝福了。这2组都在告诉你说，你内心的那些针对那些要处理的，就是我刚说的混沌跟
平静、安静，这个东西处理完之后，好，后面都迎接了蛮好的。第一，你会收到祝福，收到认可，表示这爱情要开始了。还有一个部分是，你终究会在这之后得到一份爱情，这边也是明确的，有一个明确的样子是有出现，但是你真的要处理一下这些，因为它这里是处于一种战争状态，处于一种能量起冲突的状态，但你要处理完，因为它这里所给你的就是说，你必须要觉醒啦，无论是精神面或者心智面，你都要觉醒了。为什么要觉醒？就是请你先抛下一个人独自去面对所有困难的这一个执念啦。你需要的是更多人的帮忙，你需要的是更多的帮助支援，你需要的是更放手去让别人成为你的助力，放手去让别人拥有你的能力。大家一起去面对这个世界，一起去做这个。但你身上有一种执念，就是好像我处理更好，我做起来就更好。妹妹，他这边就是希望你跟其他人做一个很棒的连结啦，这是你内心需要处理的一个全新的战争。好，现在的战争不一定是全新的战争，而是可能是已经打了蛮久的战争了。因为他这个阶段希望你有某种执念上的觉醒啦。哦，因为他这里有一个讯号是表示，好像你对自己的能力或各方面，你原本做的事情经验来说，都已经得到非常多不错的成果，所以你现在对于自己想要做任何事情的见解，你都很笃定，那都是对的。可是这一题，在这一个人来之前，却要你解决这一件事情。我在想啦，就像我刚前面讲的，你一开始我就讲了，你的能力和各方面看起来会产生魅力的东西，反而让这一个新关系或这一个新的人进来前起雾了，表示说，我坦白讲，表示说这个人不吃这套，他也不太因为这样子去喜欢人，他喜欢什么？他喜欢一个人热爱生命，乐于分享，热爱欣赏各种不同的人，他喜欢这种概念。而且这好像也是你这一题你需要学的，你需要理解的，你的生命你需要理解的这一件事情。好，所以有时候能量或爱情，它这个出现的很特别啦。它很多时候一份关系要出现的时候，会带来一种改变你、启发你的一个讯号。哦，很多时候为什么你很想等待某种恋情，什么永远都等不到？因为你本身有很多的事情，我不能说是缺点什么的，我只能说很多的内在能量结构还没有调整好，没有调整好到一个平衡。好，适合你的个性，适合你的星座不知道，反正就是还没有调整好。所以你翻牌的时候，常常在我这边翻牌的时候，我虽然会告诉你说有份爱情要来了，可是大部分的时候都会有非常多的警示牌，非常多的提醒牌，非常多的方针牌、方针讯号，告诉你说你可能在遇到这个爱情之前调整好，那一个一触即发的感情、爆发的感情就会变得更顺利哈，更融洽。我通常都会这样，我也是自己这样慢慢的解答，说我才找出了这个逻辑，说我尽可能的都往这个方向告诉你们，好做提醒。好，别担心，就是会有一个你属于你的爱情、属于你的恋情，这个人已经已经在附近了，要进来了啦。好，那还有下面都是我觉得都是蛮不错的东西啊哈。你这段平静，你渐渐的处理了之后，你中间会获得什么？你中间会知道说，你跟别人的争夺会转化成一种跟别人的友善的合作，然后你也会渐渐的感受到，你对别人的善意会瞬间同时的得到善意的回馈，你会一直很快越来越理解这件事情，越来越感受到这件事情。那你原本所谓能力上的魅力起雾了，别人看不到，它会转换成一种比较柔性、比较慈爱、比较有比较疗愈，你知道吗？它会变成别人对你的一种依赖，而不是一种畏惧。对于你的能力、对于你的做事情，变成一种依赖，它就变得比较温暖了。它不是变成一种畏惧，你太过严厉的、太过要求。虽然成果跟效果、做事的效率也都不错，但似乎对于人际关系、对于恋情、对于别人怎么看你这一部分，就越来越消磨掉了哈。好，那这就选择1号牌的朋友哈，这可能有蛮多小小的课题你需要去面对的哈。来，希望可以给你一些好的方向，希望对你有帮助了。我真的希望那些方针跟想法，好能够补齐，或是能够发现你的某些
边边角角的不吻合、缺陷或裂缝，我们告诉你之后，你可以修正一下。我通常都觉得修正、调整差不多就够了，不用全面的改变，就修正、调整，注意到就可以哈，这样就能够帮助到你。那就这样了，祝福你哈，谢谢你来听。来，接下来是选择第2号牌的朋友哈，来。今天的题目是为了上帝的桃花好事哈，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桃花好事发生前、发生中会有什么能量需要，有什么讯号需要告诉你的。好，我们来翻一下哈，有什么重要的讯号需要告诉你的。好，哦。其实可以讲一些了哈。你梦想中的，你可能曾经期待中的那一个样子的人哈，我想他最近因为你的某种表现，哦，他看到你了，所以他应该算是你附近的人啦。我觉得他离你不远，因为他这边有很多的目光在你身上，所以他不是一个陌生人，所以这一题他不是一个邂逅。我觉得选择2号牌的朋友，他可能这一题，就是他有点在强调说，好像这个人在你附近，他最近终于对你开始有感觉了，他已经开始有个起步了哈。再看一下其他讯号哈。不过在他的最内心，也不一定是在他的，就是说在整个能量结构的最里层、最里面、最深层，你们两个都无法意识到的那一层哈，在说，有一个非常高度的好奇心，创造了你们两个人关系上的连接。也就是说，我真的认为是他，发现了你什么，发现了你什么。好，然后在一个比较高、比较远的一个起始状态的概念上，你让他兴奋了，哦，你让他整个状态觉得世界有一股新的生命力起来了。他看到你之后，他看到你之后，他有一个这个样子的状态，能量样子状态，在他心底有起来。我觉得这里我可以先翻一张牌，他这个讲起来的话。我觉得他看到你之后，他有我觉得这一个状况常常出现。通常他喜欢一个人，就是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有感觉的时候，通常这个状态都会出现，就是突然他脑子里困惑了，为什么？因为他没看过，他不熟悉，他好奇了，他陌生了，想探索了，想探究。我觉得这是人的本能和一个被于未知所吸引，虽然带来恐惧，但那个好奇心使然，所以想要去探索，这是人的本性哈。他遇到你的时候，他有这个讯号出来，而且你可能没有发现，你有一股很深沉的神秘魅力，好像你的思索方向、你的思索概念、你的思索逻辑，比较怎么说？比较比其他人更深入精神面，也就是说因为他这边其实有一个非常深的探索，非常深的讯号是说，对方其实是一个高度理智、高度逻辑性去判断人间事物的人，但你的状态更像是你是要从精神面、直觉面。一种讯号的捕捉面去理解社会世界，你可能不觉得，但是你可能常常会因为某些感觉来影响你的判断和你的决定。选择2号牌的朋友，像很多人是这个状态。那因为这个状态对于你现在吸引到的这一个人来说是非常新奇的，非常有一点环海探奇的里面的篇章里面那些毫无生命逻辑的东西，才让人感觉到非常有魅力嘛。大概就是这个概念对他来讲，在他的视角里是这样子的方式呈现。好，然后再看一下哈，还有你做任何事都很深刻的影响到他。我觉得他是因为他太专注于
观察你，我跟你讲，是观察你哦，他真的你太吸引到他的目光了。我个人觉得，如果你仔细观察一下，你可能会发现他哦。我们等一下再来讲他，我怕可能是一些怪怪的人在看你，好，但我觉得我们来看一下他，因为通常会抓到的人，我都觉得应该会跟你蛮吻合的啦，比较契合的哈的状态才会浮现出来的。我来等一下再帮你抓仔细一点。他在观察你做的很多事情，然后他会拿他观察到的事情来衡量一下跟他有什么不同，他有这个状态，然后他有在逐步的靠近你。我跟你讲，这边也有讯号说他已经跟你有互动过了，他有在偷偷的培养跟你一些蛮好的关系，他在慢慢的跟你关系越来越好，但他的速度蛮慢的，因为他其实也不太确定，其实他现在有点不太确定，他看到你的感受或是那个讯号是什么，他其实也不太确定啦，那没有那么确定，只是他就被你的存在所吸引住，所牵绊住了。哦，他也不会特别去寻找你，就是说可能在生活1、2天没看到你或什么，他也不会特别去寻找你，但是每次看到你就会被很强力的影响着，会被很强烈的影响着，这个整个磁场或波动都会被很强烈的影响着。好，来，我们先来直接翻一下他这个人好了，然后你知道多一点事情哈。先来看一下这个人的状况，人怎么样哈？好，再翻一下其他的哈。先看这5张给的，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活泼的人，他是一个很雀跃的人，他是一个让附近的人都能够感觉到很高度生命力的人。然后他有非常多的点子，他其实还蛮爱讲话的，哈。我想他很难隐藏他对于看到你的激动啦。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很冷静的人，他是一个非常澎湃、情绪非常澎湃的人哈。所以他常常，我觉得他在他离开他家之后，他在外面的社会，在社群里，在跟大家团体活动的时候，他会显得非常的雀跃，非常的很有生命力，很燥。可是他大部分离开你们的时候，他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他会花更长的时间安安静静下来不讲话，所以他会有一种台上台下2种面貌的性格。所以他台下那个面貌是你们不会发现的，那他台上的那个面貌是，就是为了要去适合整个社群，适合大家融洽度所做的。基本上他算是一个好人了，有点像是把痛苦放在心里。所以他遇到你的时候，他发现我觉得他有发现你的一种悠游自然的漂流状态，对他来讲是遥不可及的，因为他需要每件事情都是有秩序、有计划、有效果。在于人际关系上，在于他的生存能力上，他必须都有设定好，他有标准化、有精致打算过的表现。但你这边有一种比较飘然的、自然的、比较顺势的，甚至是顺着情绪的、顺着当天的心情的这种样子，对他来讲是太特别了。他没有觉得你跟他完全不一样，在他心态上，他就觉得你太特别了，差不多是这样哈。目前捕捉到的性格是这样啦，来，我再帮你看一下其他的哈。嗯哼，好，等一下啊。好，我目前觉得，2号牌的朋友跟1号牌的情况完全不一样。1号牌很多的讯号都是针对你们来看这组牌的人，但2号牌有好多讯号都是针对这个人哦。他不知道为什么要一直让
要我告诉你这个人的讯号，好像希望你去发现这个人呢。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讲的这么多哈？原本已经翻了，翻了之后，他给的讯号全部都是针对这个人的。首先，这个人有一种情绪控管能力有点差，但他不是一个坏脾气，而是因为他太躁了，他太有生命力了，他太擅长于把情感扎实的、具体的表现出来，所以我觉得他会露馅。他对你的喜欢或什么，他可能忍不住，他会露馅。然后我大概知道他最内心的心态是什么。他看到你之后，他觉得他好像可以用一个全新的自己来去跟你相处，或是好像你让他知道自己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发展出新的人格，发展出新的好个性，发展出新的个性。因为你的出现，让他觉得自己好像不太一样。是这样，所以他在情感上，我觉得这都只有在情感，在情感上，他感受到了一种新的情绪、新的感受，对人事物、对这世界有新的感受。然后他因为碰到你之后，他发现他原本从来没有遇过这样子的心情、这样子的情绪，在遇到你之后，有一种新的悸动，有一种新的反应、新的面对人的方法、面对人的，他甚至会讲一些他从来没有听过的话，或是他说话的逻辑因为你而改变，但是都只针对你哦，都针对你。然后他觉得这些是好的，而且这个改变也对你也是好的。虽然听起来好像是为了附和你而做的改变，但其实是因为你的能量影响了他的结构了啦。这里是他就影响了他的结构，很自然而然的，但不是你的主动性，而是他这一题比较像是他的功课，遇到你是他的功课哦。好，等一下哈。哎呀，我发现他这边挡住了，你可能不会发现他。我觉得他这个人有一个我小看这个人了。他其实藏的蛮好的，他包装成另外一种跟你的相处方式。他包装成另外一个跟你相处，我觉得他蛮好的，蛮聪明的，不是蛮好的，他蛮聪明的。他用了他的智商、智能跟智慧融合起来。把自己躲在你的生活里，你会遇到他，你也常常有跟他相处。那他包装，他把它隐藏的蛮好的耶。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发现，如果他这边有个讯号，他发现他如果跟你告白了，在他还没准备好之前，他甚至不太能够承受跟你告白之后你的任何反应，无论是好接受或什么，他好像还没有准备好去承受、去接受你的反应哦。所以他现在还在藏起来，但别担心了，他对你的热情还是什么时候，他还是保持在一个非常完整的状态，他还没放弃。应该说，他不是说他还没放弃，是他还没有要主动要做什么，所以就没有所谓的放不放弃这件事。他还在环绕在你附近啦。我收回刚刚很多你可能会发现他的话，我觉得你发现不了他，因为我牌子出现了，他比我想的更高智慧，他比我想的更有策略，只能这样说。所以我们的角度，我们应该要觉得没关系，我们就等待他觉得最好的时机再出来就好了，至少不要把事情搞砸。好，我们这样子看他就好了哈。来，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看一下哈，我想找什么哈。因为有些好牌不错出来了，但对于你这边的讲的没有很多，因为他这边有一种你的能量算是完整的，没有需要再多说什么，而是因为你牵动他太多了，所以希望，好像这里比较像是说，希望你能够多理解他一下啦。如果他未来出现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有很多人在看牌的时候，心态上会抱持着就是说，为什么不就爽快一点就告诉他喜欢你？可是我们解释了这么多次牌，很多时候都在一个讯号是时间错了就没了哦。所以常常都会有一种要准备的提醒，都很多哦。而且我们看牌的时候，有的时候不要太快去求那个结果，很多时候都在于事件的发生前、中、后，都会产生一种自省的讯号。那这个自省的讯号是对于你的整个人生有帮助的，而不是对于这一小段你想要马上一触可及的爱情发生，不是为了要让这爱情立刻发生。
哦，你要立刻发生任何爱情、任何关系其实真的都蛮容易的，只要你够主动都会有。但是能量准备好了吗？他能量准备好了吗？时间点对吗？他的状态是好的吗？他的关系是好的吗？你原本的关系处理好了吗？他很多的这个讯号会出来。所以我们翻牌的时候，你看这么多牌，不同时间看牌，都会告诉你一些方针，是因为每个讯号跟每个时间点要你处理的东西可能都不一样，而不是每次就20张牌就能够告诉你这么多事情，他都要常常一直翻各种组合，然后你来听的时候用不同的背景心情来听的时候，你才会得到那个讯号。讲了2000个字，讲了10000个字，你可能只会听到一句重要的话。这就是它这种讯号的随机性的重要性就在这里。所以今天这题更多的是在告诉你，这个人其实是在跟你说不要急，他还在准备。而他很认真的在准备，表示他很看重你，所以你就等，不要去挖，也不要去找，时间到了，准备好了，他就会出现了。好，所以这边只能捕捉你说，他其实人的个性大概就是，他其实蛮善良的，很有热情，很聪明，很聪明，而且他很有责任感，因为他觉得他要准备好，他不随便，他不会东西丢了就不管了，他其实在暗示的是这个部分。好，我再看一下。其实没有太多还需要再翻的讯号了，因为我本来想翻一些会因为什么转变才让你们相见，可是我觉得没有，因为这是他的课题，我觉得这个部分我就没有要翻。我看一下我还有什么讯号可以帮你找一个讯号。我帮你看看一个我很有兴趣的啦，帮你看看他是你的 twins 灵魂的 twins 还是灵魂家族，还是跟你相冲的人，然后这个是一个恋爱考验之类的。我帮你翻一下，你跟他的连结本质上是什么？我用另外一组牌放好了，画面上会比较明显。好，这边有说现在你们两个的状态还算是会有起冲突的，所以我想对方有感觉到，所以现在确实不适合他显现出来，然后跟你告白或是想跟你在一起，这个表达现在这个时间点是不适合的。第二，因为你目前能量影响他太多了，所以他现在也知道自己太被你影响了，所以他原本很果断、很理智、很有方针、很有方法，觉得很对的事情，当遇到你的时候，都会有太高的杂质，让他有一点犹豫不定、判断错误，这样他自己知道，所以他现在天庭在这里观察你，在旁边游荡绕圈。这刚刚一开始就讲了蛮多的，然后再来是你们的关系，你们的遇见是受祝福的。而且他遇到你的时候，他就有各种情感的涌现，而且他非常难忽略你。这个前面也讲了，这边又再次讲了。所以主要是你的出现连接到他了。他第一次遇到你的时候，他就有这深刻的连接。但是因为他非常聪明，他在智慧跟智能上面他把这两个东西融合的蛮好的。所以他一开始遇到你的时候，他就知道他心里的激动跟他的磁场和他判断都被影响了。所以他变成他本来可以跟别人畅所欲言，他跟你就很难。这个东西他还在花时间去调整，他对你的情愫已经越来越深了，所以他每次遇到你的时候，跟你讲话的时候，他会保持着另外一种样子，因为那个样子可以让他更加的理智跟你相处，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每次遇到你的时候，磁场都混乱或什么的情绪都没有办法排列组合。所以他还在，我觉得啦，他还在一种练习跟你相处的状态，但是有越来越好了。所以在同时，他也把自己对你的情感的喜好或什么都包装起来，就是他甚至连跟你讲话的时候，他连语言上面都改变成不会让你联想到是一种恋爱的成分或者暗恋啊、喜欢你的成分，他不会，他把它包装成你不会察觉的。所以总之这个反过来，我要提醒你的是，不要认真用力去想到底是谁。我觉得你只要知道你其实蛮好的啦，你周遭有一个人好像在隐形着保护你。那你今天来看这个题目，未来的桃花好事，我只能说这一件好事就是
我们把它挖出来，让你知道你身边有一个这样子的人，这可能也蛮重要的，而不是一个具体要发生什么恋情的好事。也许你来看的时候期待这个，但是我觉得以长久来看细水长流来看，我觉得这样子的人在你身边准备好再浮现，反而我觉得更好，更有安全感。好，就这样，这选择2号牌的朋友哈，希望能给你一些好的方向哈，然后祝福你，谢谢你来听。那接下来是选择第3号牌的朋友哈。好，今天的题目是未来30天的桃花好事哈。我们来看一看选择3号牌的朋友，这个30天的桃花好事是要给你什么样子的讯息？来，我们来抓一下哈。好。就这样散。先说这个已经很明确了啦，你会走入一个新的方向，而且是你自己要往那里走的，你自己要往那里走的，所以，好，我大胆的预测，是你在你这个行走的方向里会遇见他啦，但是什么样子的遇见呢？我等一下再帮你看一下整个情况或场景或状态。今天3组牌的情况确实是都还不太一样，现在看起来就已经完全走向都不太一样了。如果你好奇，你3个都可以听看看哈，性质几乎完全不同，感觉像是3段完全不一样的故事。那第3组朋友的话哈，在最深层、在很内心、在很内在的一个宇宙能量，你们2个都没有办法主动性的去发现，就是说在无意识的状态里，能量有一种要立刻呈现、立刻到达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你跟他的相遇，好像是势在必行的，是需要在这30天发生的。但很可惜，很可惜，你们的相遇并不是要成为恋人的那种相遇。它可能会呈现在一种认识而已。为什么说这样？因为圣杯9的出现呢，它有一种孤芳自赏的概念，呈现在一个最高点、最神性、最顶的、最遥远、最深层宇宙的那个位置。白话说，也就是说，它定义了你们2个在这30天相遇的状态。是单独的个体，而不是成为2，还是属于一种独立的也没有到1+1都没有。所以这30天最多，这个就是一种遥远的宇宙的相遇啦，会出现但就是相遇的成果。然后整个状态的基础还在行走中，还在一个遥远的行走中，它是一种新的内心的那个新的遥远的行走状态。也就是说，你们很像是大海里面2艘船或者2个小船在海上的相遇，没有连结，或是也只看到了另外一艘船，你们彼此看到了，但你们是往同一个方向走，但是在大海里，你们还没有机会交集，因为你们没有办法互相上船，因为那个船的容量不够，但你们知道自己在同一条路上相遇，最多就这样而已。这3天最多就这样，你会遇到这个人，最多就这样而已。那他所谓的同一条路上，可能是你们拥有同一份工作，你们拥有同一份追求，你们有同一个兴趣，你们可能在同一个座谈会相遇，你们为了这个座谈会来嘛，这是同一个兴趣。你们可能为了某一个朋友生日，然后都来，他们是第1天认识，就是变说这叫做同一个方向的相遇了。情感上，你们的情感上是从0开始，还在开始而已，还在好奇而已，还在有感觉而已，还没有到浓，还没有什么，它就是一个非常原点式的，才刚开始而已。然后，所以这30天就这样，它是在一个非常起点式的状态，还在一个很起点式的状态进行，没有太多。再来看一下别的哈，来，我们先帮你看一下他人怎么样了哈。很多人每次都迫不及待的先知道他人怎么样。好，我们就先跳过去，我们直接先帮你看他人怎么样。走字啦，他是你期待已久的那一种人啦。
它有很多东西符合了你内心所希望的人啦。目前这里是有这个讯号哈，然后你在这关系里，你算拥有主导权哈，你不用太担心你会受他牵引或什么，没有那么强的能量。在某些范围里，不能说某些范围里，在某些状况里，他会表现得更喜欢你，就是他其实这个已经讲的蛮未来的了，他们讲蛮未来的了，因为他其实他这个人算是火能量蛮强的啦，所以他算是一种比较激动，像是你认识的牡羊座、射手座、狮子座这样子的人，但是他又比较风向，他又有点双子座，有点天秤座。如果你对星座了解，大概就是这个取向，他大概是这样子的综合体。他喜欢人，喜欢大家，可是他自己的各种个人的魅力、个人的活动力、个人的生命力又非常强悍。然后他又不会压过你，他会给予你很多的主导权或什么。他喜欢你领导大家，他喜欢跟着你，这样，这是未来你们在一起的状况。也就是说，他的个性是这样，他喜欢老二哲学，他喜欢当第二位。虽然他本身很有魅力、很有活力，但他喜欢跟着别人去做很多快乐的事情。性格上是这样。好，先抓这样哈，来看一下其他你的部分哈。或是看一下这个好事怎么发生的啦哈。好，我先来解一下这个位置哈。他一直在提醒你这个人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可能会有点挑剔他你会把很多的要求放在他，你本来没那么要求别人的，没那么要求自己，没那么要求身边各种事情，可是你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对他很要求。在你遇见他，哇，他这一题讲的比较遥远明明我们是要看30天，他为什么要讲这么远的事情？我觉得他这里有另外一个暗示，是希望你对于你自己的高度的要求先放下，而不是放着是放下。因为你会有时候常常会对于自己的要求过高，而反过来要求别人，所以你会不小心的让别人觉得你怎么这么麻烦，那么难搞。其实你很难让别人理解的是，其实你只是因为你要求自己，然后你自己也做到了，然后你就觉得为什么别人做不到？但是有的时候你自己做到就好了，或是你也不要要求自己这么多，你也不要要求自己这么多，不要对自己这么严厉啦，不要对自己这么严厉。他现在这里有一个小小的课题，希望你先不要因为这30天其实说长不长我最多只能告诉你说，这个能量在你附近出现了，然后你们会认识了，但是对于开花结果这事情还有很多很遥远的一个时间。然后他这里反而告诉你说，如果对于爱情来说，这30天你可以做的调整就是不要对自己那么严厉不要对自己要求这么高，因为你会不小心的对别人要求这么高，这是第一个，这30天给你的一个提示。那第二个就是说，你对于自我显化要到什么样子的好，自我实践要到什么样子的程度，有点要求的太高了。同样的，因为你放得太高了，所以你对周遭人事物的要求就会提高，或是你遇到他的时候，要求就会变高。很有可能他已经是你周围的人了，他有可能是你认为做的不足的人之一，但其实他的能量或是他的各方面能量是很适合跟你在一起的。可是因为你这阵子对于很多事情的要求都有点太高了，所以你散发出来的能量会变成很难以亲近所以你们两个相遇会在一起，会第一次有诉说感情的这个时间点可能就会被推的比较后面一点。所以今天你来看牌，他告诉你这个提醒之后，你可以注意一下你可以注意一下。我跟你讲，他有很大的可能你会觉得我没有啊，那这个其实就是这个点了。其实有要消一下其实有，因为老师说是3张牌在同时讲这件事，是3张牌同时讲这件事。然后他有一个很小的提醒是，请你把那个要求、把那个理解、把那个对自己的，反正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了，请你把它改成是转换成向外对世界的好奇心增加。
我觉得他这是差不多的事情啊。你对世界的好奇心增加之后，你对于自己的各种方面的提升也会有所增长，而不要特别去要求自己来去让自己变更好。不要，他的意思是说，你放开心胸，放开眼界，去吸收更多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这也算是另外一种成长，而且这让所有人、周遭人和你自己都比较轻松。有这个讯号哈，我告诉你，然后你也吸收一下，看看能不能用得上哈。来，我再帮你看一下别的。他为什么要给你这个提醒？因为可能啦，因为这个人已经在你附近了。我觉得他可能有在讲说，你们应该其实也可以开始交往看看啦。可是还是希望你先修正完之后，会从一个更顺遂、更自然的状态来在交往会。整个结果或者内容品质会更好，或是第一印象各方面都会更好。好，看一下这里哈。来我一下。好，我从这边看一下哈。这边我不知道，他又在提醒你了。他希望近期跟别人的相处，有一种竞争感，需要再用更高的智慧去处理。不是更高的智商去处理，他说的是要在更高的智慧去处理。他其实这个智慧点是落在你的处理，可能不是要选择是非对错或是好坏，而是要处理到跟人际关系的柔软，跟给别人更多的台阶下，更多的尊重，更多的共感，更多的体谅，更多的恻隐之心来去，他就是要这个智慧啦。他就是要这方面的智慧，你去思索一下，最近你跟别人的相处上面，如果太高的竞争感、太紧张的气氛的时候，他这边告诉你说，需要更高的智慧来处理哦。现在不是用对错来处理的情况哦。然后你个人主义太高了，你需要对别人在更多的怜悯、慈悲心，更多的善意哦。你可能要牺牲一下自己目前的优势各方面的哦。他这边真的有好几个状态告诉你说，你现在其实你想什么事情。在理在事上面你都是对的，但是缺少了同理心、同情心跟一些怜悯，少了这些，它让你的智慧值降低了。这边有在提醒你，因为你的个人太强了，这里有一个个人太强了。如果你要达到一个完美的终点的时候，你所要取得的一个样子是，你要让别人觉得你是一个内心非常平静的、没有侵略性的，而且是非常公平的状态。而且他还是一个有智慧的人的状态。现在你确实缺少了一个让别人觉得，其实你处理事情是有智慧的。现在你处理很多事情都只是处理形成一种你是很聪明的，你是很灵巧的。现在就有这个状态。好，那跟我们今天的题目有什么关系呢？我有跟你说，他其实已经看到你了，他在你附近了，有哈。那，我不是才说这个情况才刚开始嘛？我是觉得他在提醒说，不要让他有错误的初步印象啦，不要让他有错误的初步印象。而且这个情况我觉得也算是一个蛮好的机会，让你去。调理一下自己的强势，调理一下自己的优势哈，或是在你的眼界里，在你的视线里的好跟是非可能没有错，但是可以不要那么多，不要给予那么多，不要那么觉得一定要这么对，或是别人的错一定要让别人觉得你就是那么错。大概是这样，要有点余地。好，这个是智慧之处的发芽的位置。他这边有在做这个提醒，我看到了这30天。那为什么在今天这题他要跟你讲这个？我想都是一个很原本的，就是他知道你可以好，还可以更好。当你变好了，你就会遇到更好的能量，遇到更好的人。所以他在这30天跟你讲桃花好事的意思是说，这个好的人就在附近了，可是还没有要开始，可能就是因为你前面的东西还没有调好。其实今天这3题故事线内容虽然都完全不一样，可是最终都还在讲这一件事，都在旁边了，都可以开始了，都可以开始进行了。但是因为你自己
好像还都太过于个人主义，太过于孤芳自赏，太过于自己了。你以为的对其他人都很好的，可是在别人的眼里看起来还是有点太过强势，还是有点太过难以亲近，大概就是这些讯号。当你变得比较柔软了，散发的气场会变得比较柔软了，比较散发一些温馨、温暖、温水、夏天的凉风，这些状态都出现了之后，那些本来喜欢你的，或是本来这个就要跟你相处的能量，它就不请自来啦。不请自来也可以用错，就是默默的就走进啦，默默的就把门打开啦。他甚至不敲门就把门打开，让你看见他了。因为他就希望一种温和的状态来进行。我想应该是这个方向了。虽然有一点扫兴啦，我们在看的是未来3天桃花好事，就后来跑来纠正你，跑来提醒你。但我们还是要正面的去讲一下，说这些可能这些暗示、这些讯号，旁边的人可能不会这么明白的告诉你，但这是你需要、你也很渴望的一些修正。那牌子就告诉你，那你就审视一下自己是不是有这个状况，那就调整哈。如果没有我讲的这么严重，那你再继续感觉一下，其实你还可以再放松一点，你其实对自己的严厉值还可以再降低一点，也有这样哈，就是好还要更好。能量啊，宇宙真的是希望你再好，还要更好。然后，因为这么好，才能遇到很好的人，还要遇到很好的能量，才会遇到很好的爱情的初始状态，爱情的一开始，故事的开头才会好嘛。大概是这样。好，目前看起来，我是觉得牌面上除了对你的提醒之外，其他都蛮好的。这个人还蛮好的。他有一点像是说，他希望你把礼物袋先做好啦，然后还可以接得住这个礼物，是这样。所以这个人方面来讲，我觉得没有太多的疑虑就是可能时间还没到，宇宙还没调整好。那这个宇宙调整的主要的决定权控制力很多在你身上哈。来，我再帮你看一下还有什么。好了，我再帮你翻一下这个人的状态啦，好不好？我帮你翻一下，你跟他的。为何你跟他的能量连接会起来？哈，我帮你翻一下好了。翻3张，我帮你看一下。它是你小时候渴望的某种。你还在对爱情懵懂的时候渴望的某种爱情状态，所以你可以期待一下，它会带来你小时候渴望的那一个爱情状态。然后，它从这30天开始，它你们的相遇之后，其实它是笔直的往你这边走来，是一个很丰沛、很有生命力的火焰往你这边走来。刚刚前面有讲啦，它很像射手、牡羊之类的，然后再加上一些双子、天秤这种类型的一种非常温和、对大家都非常好的状态。走过来，其实他这里也真的有在讲啦，为什么后面要你调整到一些对自己的严厉要降低，然后对其他人的慈悲心、各方面怜悯心都要提高。我想是因为对方就是带着这样子的能量走来，如果你这方面的调整跟他没有调到一个差不多的能量值的时候，他会不小心就错过了，他会很难对你印象深刻，因为那个能量的融洽度并不高。所以他这边叫你的提醒是不是说为了要你为了他改变，而是你本来就有能力改变，你本来就可以好再更好，好到这个程度。那他就是后面已经准备好的那一个能量要过来跟你做一个相遇。所以这边再看一下他有你小时候的爱情的浪漫的想象，然后他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能量往你这边走来，但是必须说。他可能会有在某一刻被你阻挡在外，然后错过的是什么？如果你某一个状态上你太坚持己见了，你太相信自己了，你太觉得自己可以独当一面，可以做完所有事情，不需要听别人的建议，不需要别人帮忙，那个状态下你会很难遇到他。所以记得，如果你有这一个坚持，或你有觉得自己有这个小毛病，修正一下哈。他跟你的门或他跟你的城墙就会打开了，他也很容易接收到你的讯号他就会。更快速的、更加速的往你这边过来，它就会显现的比较清楚，显现的也比较快，时间也不会拉得这么长。好，大概是这样，讯号就这些。好，我帮你转译了希望你能够吸收到，然后对你有帮助就这样，祝福你谢谢你们来听。